好的，同学们，我现在面前的就是 OPPO 的年度旗舰 Find X5 Pro。哎，机器在这里，里边都有什么？这里有一个防水贴，这里有一张类似于尊贵的用户卡，然后保修卡说明书。我们把机器先拿出来放在这边，我们看一下下边都有什么啊？这是不透明的手机壳了哦。这个手机后盖，这枚插头是一个80瓦的有线充电，然后有一根数据线，一个 SIM 卡针，没有了。1、2、3。当当，这个跟 OPPO Find N 那个折叠屏后盖很相似啊，这好像是，但是这个后盖好像是用陶瓷材质制成的。OPPO Find X5 系列总共有3款不同的配色，我拿到了白色陶瓷和黑色陶瓷2个版本。陶瓷基本上就是安卓旗舰官方认证的一个证书，历来就有一种陶瓷一出，水雨争锋的气魄。我数了一下，在此之前，仅在华为超大杯、荣耀超大杯和小米 Mix 超大杯整机亮相过。从我自己的使用体验来看，黑色陶瓷它的镜面感要更强，指纹也会更加明显，而白色陶瓷则更加混沌，抗指纹能力更出众，所以我觉得白色陶瓷要好看非常多。不过 Find X5 系列后盖设计争议一直挺大的，我看到很多评价是挺好看的，就是有点丑。审美这一块是非常主观的，就是我吃撑着了，然后睡不着觉的时候啊，我就琢磨大家不习惯这个设计的原因在哪儿。我觉得最核心的应该还是这个圆形山的曲线凸起。在此之前，我们所熟悉的手机镜头模组基本上都是线条分明的往上抬一个台阶，而 OPPO 的环形山它最大的差别就是在视觉上产生了一个斜坡，这个连贯曲线的斜坡应该就是很多同学不接受的原因。我自己使用了一段时间，然后有一些感受分享给大家。OPPO 这个环形山设计应该就是为陶瓷准备的，因为只有陶瓷才能在曲面上形成如此圆润温和的线条，这是玻璃所不能比拟的。哪怕是一个过渡的线条，哪怕是镜头微微低于模组的这个设定，都非常细腻。相比之下，我会更推荐白色。同样一个环形山的设计，黑色的曲线所带来的是光，就是光线反射在这个斜坡上，明显它会增大你的视觉面积。你觉得这个模组怎么这么大？而白色陶瓷它带来的则是影，就是镜头模块没有强光反射，在视觉上反而降低了它的存在感。当然了，陶瓷这种材质也不是完美的，它的硬度和散热是玻璃材质的2倍，这都是优点。不过相比于玻璃，它也更容易碎裂啊，手感也更重啊。如果你对轻薄手感有特别的追求，那么素皮版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次 OPPO Find X5 Pro 在很多方面和1+10 Pro 那真的是一奶同胞啊，包括极速调节刷新率的第2代 LTPO 屏幕、骁龙8以及 Hyper Boost 的极限稳帧技术、5000毫安时电池，包括80瓦有线充电、50瓦无线充电，这些都是和1+10 Pro 一毛一样。所以这个部分技术特点我就不再重复了。我说几个在软件上我觉得很有趣的体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一直跟大家推荐 OPPO 手机上有一个证件照的功能，就在相机模式里。好了，我现在呢来自拍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拍完之后呢，它会先有一个运算的过程，然后你看我现在身后的是白墙，如果你身后是一个比较杂乱的背景，它也可以把你的人像自动抠出来，这就是 AI 算力的功能。然后在这里你可以根据你要去办的这个证件选择不同的尺寸，然后你在这里可以选择背景，比如说蓝色的、红色的，甚至可以选择这种比较高级一点的这种渐变色。选择好之后，我觉得这个功能最核心的就是它可以美颜。你不会照相馆那些 Photoshop， 你还不会用手机美颜吗？比如说我给自己美白一点，给自己瘦脸一点，当然我觉得我不用瘦脸了，大概就这个样子。然后你就可以把这张照片分享到你的小米打印机上。好了，打印完成了。这个功能非常实用，我推荐大家可以多使用。第二个功能是智能卡包，大家日常会有很多拍照、拍证件，就是随着它新照片不断的增加，之前的那些证件照呢就被淹没了。但是 OPPO 这次通过 AI 算力去识别你相册里的证件和银行卡照片，并且自动的把它们汇集到一个叫做
卡包的相册里，你这时候点开就可以直接观看、直接查找，这个功能很实用。内置录音功能可以直接把录音转成文字，这个本身很多手机都支持。但是 OPPO 这个，它可以直接根据你的声音去区分采访的对象，而且可以直接把分对象的录音以 Word 的形式去导出。这个功能，我觉得对于记者采访啊，对于学生党上课去录老师讲课的内容啊，会非常方便。我自己测试，它支持中文和英文的识别，不过像什么日语啊，一些其他的语言暂时还不支持。第4个 NPU 提升所带来的改变就是拍照人像模式中的 AI 识别更加精准了。大家看这张短笛小魔王的他那个脑瓜的天线，小悟空的头发和尾巴，这个识别精准度要较上一代有非常明显的提升。这些 NPU 神经元网络所带来的提升，我觉得对大家生活上的改变啊，可能反而要比什么 GPU 提升游戏性能要真实真切得多。接下来我们就谈一谈大哥 Find X5 Pro 和二哥1+10 Pro 最大的区别。影像两个部分分别是防抖以及马里亚纳芯片。OPPO 这次首次加入了镜头防抖与传感器防抖两种防抖。镜头防抖呢，就是大家日常最常见的手机光学防抖方案，通过让镜头移动，抵消掉手部握持手机时候产生的那个抖动，让画面更稳定。iPhone 12 Pro Max 上，苹果在手机上首次引入了传感器防抖，就是它通过移动传感器去抵消用户手部移动所产生的画面摇晃。而这一次 OPPO 则是在镜头防抖的基础上增加了传感器防抖。我测试了使用主镜头不同轴向的视频防抖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左侧是我手实际运动的画面，右侧是手机实际拍摄出的视频。在消除手抖方面啊，这个能力确实有提升。我自己对比的话，我觉得 Z 轴的防抖，也就是两侧上下倾斜的时候，防抖表现是最好的。我还对比了主镜头和 iPhone 13 Pro 主镜头的视频拍摄 ，iPhone 画面视野更宽广，两者在日常拍摄的时候防抖表现是接近的，有剧烈运动的时候 ，OPPO 会更加稳定。我也分别对比了 iPhone 和 OPPO 的超广角和主镜头，防抖效果上来看呢 ，OPPO 在剧烈跑动的时候明显更稳。不过这个部分我也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这里有一个防抖思路的问题，就是苹果的防抖思路是在运动的时候能让视频体现出运动的这种韵律，所以即使跑步时候产生抖动，但是不会出现画面模糊的情况。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防抖思路啊，本身没有优劣，大家可以自己选择。你想要更稳定的，就平移过去的，你可以选择 OPPO； 你要想要这种运动感的，你就选择苹果。OPPO 的主镜头虽然很稳，但是我觉得它的超广角更稳。实际上，超广角才是这款手机更强的环节，因为传感器和主摄一样大，这一点横向对比是有优势的。所以，如果你选择了 Find 拍视频，首选超广角。至于主镜头的双防抖，更多用于照片拍摄。我一度觉得自己拍这段视频的时候，我就是《卧虎藏龙》里那个李慕白啊。第二个稳定性所带来的改变就是 Find X5 Pro 拥有 OPPO 手机最强的抓拍能力。我们日常拍摄的时候，很多时候有那种拍摄的瞬间，你可能就要很快速的掏出来，然后拍照。那你很快速这个动作可能就会产生手抖，进而这个照片糊掉，你就永远的错过这个瞬间了。那么这一次 OPPO Find X5 Pro 它在有这个防抖之后，我们现在就假设这个车马上过来，然后我这看见这个车了，迅速转过去抓拍。看一下，看到了吗？瞬间抓拍，这是。我要把这个测试难度再增大一点，就是我设置一个倒计时，然后我跳起来，就是半空中处于下落的这个状态下，我去拍摄这张照片，大家看一下它能有多稳啊！蹦，哎呀，蹦早了，再来一次啊！3、2、1，蹦！哎，大家可以看一下，哇！瞬间抓拍。除了防抖，OPPO 旗舰也首次加入了哈苏的联合调教。哈苏此前一直是一加独家联名，但是一加回归 OPPO 之后，那 OPPO 就使出了一招武林上失传已久的神功
拿来吧你啊！说时迟，那时快，Find X5 Pro 也立刻拥有了同款哈苏拍照界面、同款哈苏相机声、同款哈苏专业模式以及同款哈苏慢拍系列的 Xpan 相机，拥有极宽的画幅以及极慢的出片速度。Xpan 这个部分，我之前的视频里已经讲过了，它的这个构图对于普通用户啊，其实挑战挺高的，它更像是一个长焦的超广版，它的中心位置构图其实是你把手机调整到2倍左右的人像标准焦距。之前拍摄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就是我自己研究出的一个最简单的出片方式，就是拍店铺、拍门店。你就让你拍摄的，比如小姐姐或者你的对象，去在门店门口这么一拍，就能够拍出很好看的照片。需要说明，我拿到的系统版本还是一个内测版，所以目前在拍照上还存在着一些 bug， 比如说红色不够精准HDR 不够暴力啊。OPPO 表示，正式版软件会修复这些问题。除了光学防抖和哈苏加持，这次 OPPO 的终极大招是马里亚纳芯片。这枚芯片可以帮助 Find X5 Pro 在暗光下获得更纯净的画质，这也是 OPPO 首次实现黑暗场景中的高清 4K 视频拍摄。前代 X3 只能实现高清 1080p。实际测试，马里亚纳芯片加持的 X5 Pro 在传感器尺寸没变的前提下，暗部细节明显增加，地砖在保持更亮的状态下，画面细节也明显提升，颜色会比 X3 Pro 更加精准。在横向对比中，和小米相比 ，OPPO 的画面又更亮，细节更多，噪点明显更少。但是呢，在个别场景中，由于依靠视频多帧合成，也会有这个画面细节丢失的情况存在。与 vivo 相比，正常暗光下，两者画面细节非常接近啊。更暗的环境下，OPPO 的画面多帧合成之后会更亮。与现在的视频王者 iPhone 13 Pro 相比，超广角传感器由于大小的优势，让 OPPO 的画面可以更加纯净，但是色彩上，苹果还是要更加精准，和肉眼看到的几乎没有差别。我之前质问过 OPPO 啊，为什么将这枚芯片取名叫马里亚纳 ？OPPO 的答复是因为对于芯片的攻克难度，就像探索马里亚纳海沟一样艰难。OPPO 希望通过不断的努力，最终能够征服这个困难。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马里亚纳海沟，这是目前地球已知的最深海沟，深度达到海平面以下11034米，和南极、北极、珠穆朗玛峰一起并称为地球4极。11000米是什么概念？如果我们按照这个3米一层楼高的话，11000米相当于一幢3000层的摩天大厦。所以从我的理解，OPPO 将自己的首枚影像 NPU 芯片取名叫做马里亚纳，一方面是由于挑战难度之大，另一方面也是在芯片这条崎岖之路上去追求极限，就像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去征服马里亚纳海沟一样。我觉得这股子劲头可能才是 Find 系列所承载的使命。我对于下一代 Find 的期待有2个。第一个呢是能不能拥有一个更强悍的人像镜头，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人像镜头，以及在定位上是否能和宜家的旗舰产生更加明显的区隔。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钟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